息。我愿用我所有换你一眼青睐，你只能是我的。主人占有我吗？我要定了，投资我就得负责到底。姐姐，让我做你的宠物，教你什么是真的犯上。救命！你们都清醒一点！救人被砸，居然穿越了星际兽世，还成了厄茨威洛奥米克，下药绑架偶像伊莱，结果把自己毒死。那瓶水，可恶！威洛奥米克，我从没见过你这么不择手段的恶毒雌性，要小要犯了。什么情况？宁愿堕化成野兽，我也绝不屈从你。你是一只大鹅。真没想到，你原来是一只大鹅。我是高贵的天鹅皇室，不是低贱家禽。别生气，大鹅很威风的，你肯定是最会看家的大鹅。我是想说，你的兽形讨人喜欢。算你有眼光，但我不喜欢你。更不可能跟你结气，你不要白费劲了。其实我不是想强迫你结气，就是太喜欢你的白羽毛，一时糊涂想摸摸你的兽性，才给你下了药。你应该听说过，我早就被诊治出有情潮迟缓的病，成年1年多都没出现过情潮，根本没办法和你结气。好吧，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我的兽形也不能随便给人摸。对了，能不能拿走一根掉下来的羽毛当纪念品？他好帅呀！我先走了，你好好平复一下。玩够了吗？该跟我回家了。这难道就是原主的未婚夫？你怎么来了？管家致电我说你找到了想结气的对象。作为你的未婚夫，我来确定结果。等你结束，带你回家。回家吗？还是说你有其他安排？比如约会？回吧，回吧。我们不会要靠腿走回去吧？我的悬浮车就停在外面。距离抵达目的地预计还有30分钟，休息舱内有可供休憩的布置。真遗憾，他不能像睡美人一样长眠不醒。奥米克小姐，您醒了吗？艾德温曾是奥米克公爵军部副官，看着我长大。进来吧。早上好，奥米克小姐，希望您休息得足够好。早上好，埃德温管家，我怎么回来的？您在悬浮车睡得熟，我们不便叫醒您，是您的未婚夫纳加先生抱您回卧室的。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况，别麻烦纳加了，不用打电话给他。小姐，公爵大人吩咐过，关乎您情朝的事，
需及时通知那家先生，由他密切关注跟进。那家先生虽出身不显，但年纪轻轻已是研究院首席，能力出众，品性也经公爵考察，是适合培养感情节气的对象。耽误您用早餐的时间了。大小姐，有药物帮助。昨夜那只鸟有让你尽兴吗？别提了，我在研究院的首席未婚夫都拿我秦朝没办法，能指望来路不明的药物有用吗？我没事。大小姐学聪明了，黑市出品的东西玩玩还行，真要自己入口就是赌命了。黑市那地方倒是有点意思，你能空出时间再陪我去一趟吗？钱不是问题。当然，大小姐给钱爽快，我很乐意为金主效劳。奥美克小姐，您又要一个人出门吗？您想去哪儿无所谓，但公爵大人很担心您的安全，您还是带保镖一起吧。伊莱拒绝薇洛的事人尽皆知，他当初当着管家的面放话要控制伊莱，又无法自然发情，能达成目的的只有违禁药物，管家不难猜到。我起初想买成瘾性药物控制伊莱，后来听说有催发情潮的禁药，便加钱让沃尔夫陪他在黑市转了许久才找到。大小姐真是赌命，黑市禁药也敢随便吃，怕是没意识到父亲树敌颇多，自己也结仇不少。带保镖去黑市会暴露调查目的，还可能被发现借尸还魂，被当成实验品，不带又过不了管家这关。我嫌他们高，要求说话必须下跪，不准抬头，曾用石雕摆件砸伤保镖的额头，留下疤痕。好吧，不过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会要他们一直跟着。好的，奥米克小姐，愿您今日度过愉快的一天。管家肯定暗示保镖暗中保护，得想办法甩开他们。我不准跪，我不喜欢看人跪下，以后都不许随地大小跪，听到没有？还有，我一会儿有事情要做，你们别跟着我，真的，不想带你们，我自己会注意安全，你们别跟着行不行？大小姐，我们得向管家汇报你的去向，你不让跟，能说说你要去做什么事吗？不能说去黑市，否则他们必须跟着，只能撒谎。我约了喜欢的雄性去玩，你们都跟着，我还怎么和他好好约会？都不准跟。大小姐，你要和我约会？大小姐，你要和我约会？你听到了？滚开！第一见的兽人。是啊，大小姐和我约定在墙外见面，却在一墙之隔的庭院和保镖大声说要和喜欢的雄性约会，难道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那只是甩给保镖的借口，且约定地点距离庭院很远，全是因为他听力太敏锐。原来用兽耳听的，难怪能听见。看起来好摸的样子。他怎么了？大小姐不习惯看到雄性露出兽化特征吗？你加点雇佣费，我可以收回去。加钱能上手摸吗？雇佣费翻1倍。你让我摸摸你的狼耳朵吧。摸什么？你的狼耳朵。薇洛喜欢伊莱那种华丽精致的类型，怎么会突然对自己的狼耳感兴趣？行，你过来吧。钱转过去了。够不着呀，你弯弯腰嘛。操！这样够得着了吗，大小姐？这样够得着了吗，大小姐？喂，好软。大小姐应该差不多摸够了吧？你花钱约我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吧？糟糕，正事忘了。你说的对，快把我放下来，
我们不耽误时间了，这就去黑市。过来，我们出发。好了，我准备好了，出发。别按肩膀，你要是实在怕，可以抱住我的腰。可以吗？太好了。该死，比实战还让人发狂。怎么了？没什么。别怕，睁眼看看地星贵族区的景色，从这个角度看还有点意思。刺心的味道，新鲜的，抓住它，给我！找死！黑市到了，还好有沃尔夫陪着，不然自己来怕是活不过半路。这里是老鼠窝黑市，白天秩序稍好，但别碰利益底线，别碰摊位东西，跟紧我，别报真名，你的贵族身份只会让你更值钱。别搭理，你要买点什么？上次你带我买的药，我想多弄些给未婚夫研究，他是研究院首席，一直没治好我的情操迟缓。啊，研究，走，带你去上次那家。是薇洛小姐，开门。您怎么又来了？上次的药不满意？废话少说，按上次的药再拿一套。没有现成的，我去库房翻翻。快去，我等着呢。去拿吧。什么事儿？老板，奥米克公爵家大小姐又来了。他没发现药有问题，还想买同款。他没吃下毒药，也没搞定伊莱，他要什么就卖什么，不用管。薇洛小姐，2款药都找到了。上次是药片，这次怎么是胶囊？这药有不同包装，猜您不喜欢药片味道，特意换的。你怎么知道他没吃上次的药？随口猜的，多为顾客着想嘛。走了。你信他是猜的？反方向猜中太蹊跷，他大概率被人指使。你没吃就到此为止，以后别冒险。薇洛肯定是被毒死的，必须查明真凶。你不是为药来的吧？说真实目的。我知道你想看黑市的奴隶交易。我没这样想。既然来了，别留遗憾。我们撤吧，我没好奇心了。抓住他！这小杂种居然敢跑！海族能击碎特制水响，不简单。小心！求求你让一下我！啊，买下你？什么？这样的美是可以买下来的吗？薇洛的光脑余额充足，买下这极致的美丽似乎很值。松开，再碰他一下，我拧断你的手。不要，求您不要伤害我，求您买下我吧。他们会打死我，或者把我卖给很可怕的人。拜托，我会很乖，很听话的。我只想您当我的主人。沃尔夫，你弄疼他了，快放手。大小姐，清醒点，这小子都是装的。你……我不管，我要买下他，立刻，马上。沃尔夫，别忘了你是我雇佣来的，我现在命令你放开他，然后去帮我谈价钱。高等海族却有魅惑天赋，这小子在放大他的想法。没事吧？没事的，谢谢你，您对我真好。
2艘标准小型星舰的钱，身价还真高。这个叫蓝的小子归你了。主人的大恩蓝永世不忘。拿着控制他项圈的东西，大小姐，别被这小子的花言巧语骗得找不着北。主人，这位大人好凶，蓝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惹他不高兴了？没事的，蓝，沃尔夫只是看起来凶，人其实不坏的。主人，我有一件想要求您的事。什么？您能帮我问一问奴隶贩子，和我有相似遭遇的族人都被卖去哪儿了吗？帮帮我，求你。喂，你过来。尊贵的小姐，您还有什么吩咐？你们这里还有没有像他一样的海族？或者你知道他的其他族人被卖到哪里去了吗？还有，我的大小姐，他们不受帝国管辖，在自己星球的海域自治，可难抓得很。像您刚刚买下的这个，长得顶顶漂亮，又没分化，价值是最顶尖那一档。您能从我手上买去，是占了大便宜的。您身为雌性，大概不懂其中门道。这种还没分化的海族和其他奴隶不一样，不是用来当廉价劳力的，他们都是无价之宝。什么？海族虽能在人形与兽形间转化，却与兽人不同。兽人只有雌性，可能诞育雌性，而海族先天不分雌雄，性别分化需要碰到钟爱的对象，成年也以分化为界限。如果爱上的是咱们兽人雄性，就会分化成雌性呢。您想想，雄性买回去未分化的海族，软硬兼施，让他日夜所见只有自己，就有可能养成一个雌性了。一个不在帝国雌性登记保护名单内，专属自己的雌性，谁会不想要呢？真有路子搞到未分化海族的，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不会在我们这种小地方露面交易，风险太大。大小姐要是真想打听更多海族下落，不如在您的贵族圈子里问问，那些顶层人物消息更灵通，比和我们这种底层瞎打听强10000倍。问完了，大小姐，你想好怎么处理这小子吗？我的飞梭可没法多裁一个人。其实我是冲动消费来着，不然你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送他回海族的领地？你要用2艘标准小型星舰的价钱玩放生是吧？也行，拿钱打水漂能博大小姐开心也值得。可我看这小子怕是别有所图，就是要留在你身边，不会接受你这份好意。主人，不要送我回去。奴隶贩子自称捡漏得到蓝，可偷渡闯入海族领地本就凶险，能轻易捡到未分化的海族，绝非偶然。蓝所谓的受伤被冲上岸，大概率是刻意伪装的巧合，而他执意留下，多半与失踪的海族族人有关。不过是为钱接单的雇佣兵，自己并未加害其雇主，对方却多管闲事，真不爽。你买下了我，为什么不肯留下我呢？蓝作为海族，返回大海独自捕猎，也远好过在兽人帝国当失去自由的奴隶。他执意留在自己身边，必然另有所图，大概率是想借自己的贵族身份进入上流圈子，继续查探族人下落。行了，别哭了，你说的对，我买下了你，是有责任留下你好好养。既然你不想走，就跟我回家吧。拿定主意了，那就走吧。大小姐，飞梭坐不下。好吧，我来想办法。大小姐，您在哪儿呢？现在还好吗？别担心，我现在很安全，定位已经发过去了，派辆大点的车来接我。另外，我要带回来个人，需要安置在家，帮我和艾德温管家说一声，收拾一间房间。大小姐，请上车。稍等，蓝，你先上车，给他找条毯子，别让他着凉了。是，大小姐。今天麻烦你了，谢谢你。下次有需要，我还可以找你吗？当然了，大小姐，
那么我这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大小姐，你好自为之。小姐，欢迎回来。您带回来的这位是？他叫兰，在外面遇到了点麻烦，我就把他带回来了，给他安排一个安静舒适的房间，离我近一点，方便些。再准备套衣服啊。明白了，兰先生，请随我来。妈，麻烦您了。薇洛确实恶词的名副其实，连奥米克公爵的讯息都尝试已读不回。种下海之印记，这是最稳妥的保险。需要利用它调查族人下落，受制于我的险，必要时可强行控制他的言行，即便可能留下精神后遗症。兰，你怎么会来？什么时间了？深夜床边刚买下的绝美海族奴隶，他是来爬床色诱，以便继续利用他寻找族人。主人，兰睡不着，这里好安静，好陌生。主人不是也说要兰住得近一点吗？兰想就待在主人身边，这样就不会感到害怕了。可以让出一半床给兰吗？不可以，诱惑我是没用的。我一直没有情潮，就算被你诱惑到，想和你结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放弃吧。这样啊，那主人和兰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呢。什么？需要我联系医生来给你看看吗？不用的，并不是真正的病。主人一直没有情潮，兰其实也早过了同族们通常分化的年纪，兰一直没有分化，以至于迟迟不能举办成年礼。族群把兰驱逐，大概也是因为兰太没用。你是未成年，就更不能大半夜的来干出卖色相的事，这不对。你日后想起来肯定会后悔，快回自己房间吧。不，主人，您是不是嫌弃兰，连一点点靠近您的温暖都不肯施舍给兰？兰就睡在这里好不好？就睡在主人床边，离主人近一点，能感受到主人的气息，兰就安心了。兰保证乖乖的，绝不打扰主人休息。行吧。谢谢主人，主人最好了。等等，你穿这睡觉吗？这衣服还怪眼熟的。主人是想和兰一起洗澡吗？如果主人想的话，兰，你自己去就行。怎么就同意同房了？奥米克小姐，您醒来了吗？醒了。我刚才去过了兰先生的房间，门半开着，他不在房间里。问起仆人们，他们从清早到现在也没见他出去过。您对他应该比较了解，知道他去哪里了吗？埃德温管家，兰在我这里。昨晚我有点失眠，把他叫过来陪我说说话。后来太晚了，就让他在地毯上将就了一晚。怎么？我带回来的人都不能安排他在哪儿过夜吗？由贝弗利夫人举办的茶会定在今日上午11点，您是否准备按计划参加？茶会我要去的，我要把兰也带上，都把她带回来了，也带她见见世面。明白了，奥米克小姐。不过兰先生目前拥有的衣物恐怕都不太适宜出席茶会。昨夜仓促选取的舒适寝衣是那家先生留在宅邸中尚未穿过的睡袍。若您需要他陪同出席，日常服饰需要现在为他置办。
主人，那家先生是您的未婚夫吧？他如果知道兰用了他的东西，会不会不高兴呀？管家，联系几家风格比较贵气又不会太张扬的品牌，让他们把成衣送过来。来，你去把你的尺寸报给管家。是，奥米克小姐，我立刻安排。看着碍眼，微洛的恶名竟是靠摧毁无数人的当下和未来堆砌的。开始吧。蓝先生，这边请。你说这位是奥米克小姐的新宠吗？嘘，小声点，都敢议论奥米克小姐了。她的手段你忘了？上个月斯顿露西街那家珠宝店，就因为送来的货晚了1分钟。天哪，别说了，赶紧弄完赶紧走，我可不想沦落成费恩那样。费恩，那个倒霉的设计师，听说他离开帝都星后，他们议论的奥米克小姐与我认知中的洛薇怎么也重合不上。主人，这套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很适合你，就这套了。是，奥米克小姐好眼光。频繁换衣服还挺累的，谢谢主人。兰很喜欢这件衣服的触感，很柔软。不过最适合兰的应该还是兰自己的娇绡长袍，那是兰自己织的，会随着心情泛起微光。可惜，兰是以奴隶身份来到地星的，不能穿给主人看。那些把海族视为玩物的败类，该以血偿还罪孽。别伤心了，过来。看不到是有些可惜，不过之后你可以多选几套你喜欢的衣服，什么样的衣服你穿起来其实都很好看。帮我们安排一下，准备出发去茶会了。悬浮车已经备好了，奥米克小姐。该怎么应对那些人呢？兰，主人，等会儿到了茶会，我可能需要说些话，做些事，可能会显得不太客气。什么？我是想说，如果有些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你别往心里去。兰明白的，主人对兰很好，兰不会乱想。那我就放心了。他竟提前解释要在公开场合表演，故意败坏名声，对他有何好处？难道以往恶名也是刻意为之？奥米克小姐，真没想到您能拨入进来，真是蓬荜生辉。贝弗利夫人待客还算周到，您能满意就好。这边请，这位是……他刚得到的小宠物，海族的，瞧着稀罕，养在身边解解闷。奥米克小姐果然总能找到最稀罕的玩意儿。是啊，可稀罕归稀罕，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养。贝弗利夫人见多识广，以前也见过养海族的吧？要是知道哪里还有好的，我再买一只回来凑一对，说不定更好养活一点。这个嘛，我没有亲眼见过谁养，只是听说过一点传闻，都确定不了真假，不敢胡说八道。嗨，薇洛妹妹，您可算来了。奥米克小姐今天气色真好，这身礼服太衬您了。这位是您新得的宠物，也只有薇洛小姐您才配拥有这样的尤物。吵死了！兰，去，给我拿些点心过来，仔细挑，品相和口味都要好，不然我可要罚你。是，主人。怎么，你们要把我堵在门口不许进吗？不敢。贝弗利夫人，我可以进府邸坐着吧？
当然，我让仆人领您去休息室休息。雷娜小姐见到您一定很高兴。雷娜是我的好闺蜜，与奥米克公爵交情很好，经常帮我完善恶意计划。这次计划就是她帮了我的忙。薇洛，我的光脑刚刚收到讯息说你来了。你从前都不参加这种中型茶会，我还以为是哄我开心，没想到你真来了。快进来坐。喝点什么？红茶，还是尝尝贝弗利夫人新得的花蜜露？红茶。薇洛，你没有成功拿下伊莱吗？我刚才见到了茶会赞助人赤狐财团掌舵人金瑶，伊莱是他们的代言人，听说他会如期进行所有商业活动。下完药瞧了瞧，觉得近看也就那样，所以把他扔那不管了。以后少提那个扫兴的家伙。好好好，不提他。混继承偶像的雄性不都想得雌性亲眼吗？他非要拿乔，不肯一步登天来你身边，真是不知好歹。我们薇洛想要什么样的雄性没有？他无趣的很，是了就假装一切没发生过。你说说，从前我害过的那些人里，会不会有胆子大到敢来报复我，给我找点刺激的？你知道的，顾虑会惊动你父亲和我小叔。我们不曾把人害到家破人亡，大都只是让他们在地心失去立足地，没被逼到绝境。那些人明知道你对奥米克公爵的重要性，没有胆量以卵击石。况且离开地心后，他们也没有条件报复你。弄死人大约不行，只能试试反复诛心。或许不用了。怎么了？来来回回的计划一大堆，追根究底都是仗势欺人那套流程。我已经腻味了，你给我想点别的有意思的事，得是我以前没尝试过的。薇洛，你会考虑投资金瑶的新项目吗？谁？赤狐财团如今的掌权者，你应该听说过赤狐财团吧？帝国最大的财团，你在地心体验过的大部分产业都有赤狐财团注资。虽然个人具体财富状况不会公开，但按照公认的说法，金瑶就是帝国的首富。单以可随时取用的流动资产论，皇室都比不上他。算了，薇洛，你听我把话说完吗？我可是听说了，你新得了一个珍稀的未分化海族，想要再弄一个来凑一对儿。你为这个也该去找金瑶聊一聊。金瑶经营的生意里包括交易海族吗？那我可不敢瞎说。赤狐财团做的是白道生意，帝国明面上禁止奴隶交易，也禁止把海族当奴隶交易。论理金瑶是不该沾这个，可他生意做得大，又有多家拍卖行挂在他名下，买卖的路子广。你找旁人打听，肯定不如问一问他。如你所说，那我是该见一见。我这就领你去见他。两位美丽尊贵的小姐，到这儿来，是来见我的吗？这般年轻，竟能成为帝国首富，但从外表看，他更像影视剧中主角定位的风流公子哥，精致却不阴柔的面部线条，淫笑时上挑的狐狸眼如同融化的蜜糖，俊美的不逊色偶像明星。金瑶先生，日安，您不吝赞助了贝弗利夫人的茶会，我应当为您引荐这次茶会最尊贵的客人，奥米克小姐。您应当知道她，或许你们能相处得很好。奥米克小姐，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很高兴见到你。金瑶先生，伊莱是你的朋友吗？是的，奥米克小姐，我和伊莱是朋友。感谢你对伊莱的厚爱，可他承受不起这些，还请你以后不要再对他投以过分关注。伊莱是我的表兄弟，他不愿受困于皇子身份，我全力支持他在娱乐圈发展。没想到自从婚后，竟遭薇洛想要绑架。伊莱不愿声张，只说是喜欢他的人一时糊涂，但仪器查出他体内有非法药物残留。我虽不好大张旗鼓报复，却也不可能给薇洛好脸色。我知道，
我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我已经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只是那天情况特殊，我没来得及向他说对不起。烦请你转达我的歉意，如果有什么可以弥补他的地方，只管和我说，我会尽力做。我会将你的话转达给伊莱。至于补偿，对他最好的补偿就是你能和他保持合适的距离，实现你的承诺。至于现在，奥米克小姐来找我，应当不止是为了让我转达歉意吧？有什么事还请直言。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今天是带着新购入的海族宠物一起来茶会的。我对它们很感兴趣，有意向再购入一只。雷娜向我推荐了你，你有渠道吗？购买海族，我很感谢两位小姐能看得起我。可是，奥米克小姐，你现在说的话实在很像是在钓鱼执法。我可没闲工试探你，是真心想再买一个。抱歉，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你要是问我渠道，赤狐财团做的都是干干净净、合法合规的生意，不会沾任何奴隶走私贩卖的事。难道雷娜的建议没用？还是金瑶记恨我，或太过谨慎？我也不是完全一无所知。我私人的确在一次特殊的匿名拍卖会上拍下过一个海族，只是奥米克小姐，我和你以及其他那些买下海族只为了炫耀或取乐的贵族们不同。他算是我的正式员工，你想要我把他割爱给你？主人，兰，你怎么来了？我给了他自由行动的理由，还以为茶会结束前见不到他了。主人，你是不是有新看上的人了？会不会为了新欢就不要兰了？反应也太过度了，这飞醋酸的牙疼。我明明提醒过他主宠说法，只是应付说辞，他不会当真了吧？有半夜爬床的前科，要是真信了这层关系，我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金瑶先生别见怪，小宠物不懂事，刚带回来没多久，还没教好规矩。我和他私下解释几句。你不要捣乱，你不是关心和你一样倒霉，被拐到帝国的海族同族吗？我刚从他口中问到他买过一个海族，他说是买海族当员工了。你别急，我还没问清，让我仔细问问。原来主人和他谈话是为了兰啊，好感动。那就不要撇开兰说，兰也想听。我会自行判断真假，若是金瑶撒谎，我会想办法杀了他。这个叫蓝的海族绝非表面无害，能收放自如的杀意，昭示他拥有碾压顶级兽人战士的威胁力，如同被丝绸包裹的凶器。如此强大的存在，为何要扮作柔弱宠物，攀附恶名昭著的奥米克大小姐？除非他有十足把握控制他。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金瑶先生，你说拍下了一个海族当员工，能详细讲讲吗？传闻中的威洛骄纵残酷，怎会为一个宠物放下身段，心平气和地向我这个冒犯过他的人打听消息？他此刻的表现与传闻割裂感太强。你想干什么？他全然不知自己贴着怎样的存在，这份下意识的保护比他刻意表现的傲慢更真实。奥米克小姐既然如此关心海族，我也不好一味隐瞒。我方才提到的海族叫卡索，如今是我赤狐财团旗下珠宝工作的鉴定和雕琢师。他认识卡索，耳听不如眼见。若奥米克小姐对卡索真感兴趣，与其听我言说，不如亲眼一见。我很乐意为你安排私下的工坊参观，当然，未免你身边这个安全感不足的小主请你去见其他孩子，你可以捎带上他一起。金瑶肯主动带我们见人，说明卡索应当没受苛待。你怎么说？你愿意去见这位族人吗？当然，我认识卡索，他是带我和猫。现在我去主动去见人，那就失踪了。麻烦你安排。那么，
我们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到时我会前往。我先走了，洛薇小姐，再见。好饿。主人，你看，我完成了你的命令。蓝挑了最久，觉得这个看起来最好，主人会喜欢吗？喜欢，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蓝。好吃。明明是为追查族人下落，却鬼使神差认真，挑了他可能喜欢的点心，连自己都说不清缘由。这抓奸般的既视感，好像经历过一次。那家，薇洛小姐，不给我介绍一下你身边的人吗？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他叫蓝，海族。我对他见色起意，实在喜欢，没忍住用了点不太光彩的手段，把他安排在身边养眼。你今天怎么来了？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吗？那家在主宅虽有房间，却很少来。如无必要，绝不会现身。有的，洛薇小姐，需要你帮忙配合进行常规的体检。天啊，我忘了，那家作为主治医生兼未婚夫，会定期来做秦朝迟缓症相关体检和观察。今天居然就是这个日子。洛薇小姐，需要你帮忙配合进行常规的体检。天啊，我忘了，那家作为主治医生兼未婚夫，会定期来做秦朝迟缓症相关体检和观察。今天居然就是这个日子，艾德温管家也不通知我，被查出来我不是本人怎么办？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去检查吗？来，你先回房间等我。薇洛小姐，躺下吧。这次的检查数据为何不同？再做人工辅助检查试试。放松。薇洛下药绑架伊莱那一晚，生命体征信号跌至0 9.84秒后复上。奇怪，去问问他。薇洛小姐，你是否能告诉我，你死而复生是都经历了什么？我想，活过来的你，应该也不是过去那个薇洛了，对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死而复生，仪器坏了吧？你不要胡说。不可能是仪器的问题，小姐，你的死而复生清楚地记录在你的生命体征监控日志上。你的生命体征归0 9.84秒，这是确凿的数据。然后，你不知缘由地活了过来。至于我说你不是过去那个薇洛，是因为你的行为模式、语言习惯、常见微表情，还有对杏仁酥的口味偏好，都在短时间内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已经考虑过2种可能。第一种是克隆体顶替，但我掌握薇洛唯一的基因编码数据，不可能出现完美顶替的克隆体。第二种是虫族寄生，但距离你数据异常已过20小时，你未接触虫母，却未疯狂屠戮，这种情况也不成立。别怕，
小姐，我不是军部的审讯官，不是在刑讯逼供你。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说，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那么，作为研究院首席，你是想要把我带回研究院当实验品吗？当然不，我对你这个未知的存在本身更感兴趣。我想知道你是否还保有微弱的清朝迟缓症，又或者你之后会做些什么。这些都不是解剖能得到的答案，反而会让我失去你这个满身谜团的观察对象。就这么放松下来了吗？小姐，你的异常记录在生命体征日志上。若奥米克公爵或更高权限的人查看，都会发现你的死而复生。你的担忧未必不会在其他人那儿实现。可是我担心这些，现在也没办法解决。那么，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如果你是想向我提供帮助，而不是想胁迫我答应条件，或许应该先让我从医疗舱里出来。抱歉，我遇到感兴趣的事，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反而忽略一些常识。对不起，请原谅我的鲁莽。谢谢，纳迦先生。我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在你发现了我最大的秘密之后，你不如坦率告知我，我应当支付什么来换取你的帮助。你误会了，小姐，我对你并无额外的索求，我不需要你配合实验，也不需要你提供任何物质回报，更无意利用你的异样去威胁公爵大人，那些都对我毫无意义。那你图什么？仅仅是为了满足你的观察欲？是的，观察。进入研究院成为首席后，我已经把很长时间搓磨在只会困住庸人的无趣麻烦上，直到现在我发现了你。小姐，你能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第一个发现就是向我预支了一份无价的报酬。好吧，我愿意相信你的话，可我希望得到的其实是更加明确具体的答案。如果你执意将帮助视作交换，那么我会说明我接下来的安排。出于我观察的需要，我会搬回奥米克庄园居住。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会有更多的接触。我希望你不要刻意躲避我。当然，我无意干涉你的任何行为。你依旧可以像从前一样拒绝我，无视我，这是你的自由。我们来谈下一项吧。你说要帮我，是要怎么帮？我会清除掉你生命体征日志上的异常数据，这不仅是帮你清除危险，还是为了让我不失去你。我和你一样，不希望有更多人发现你曾经死而复生。你能做到吗？我不太了解，可是这种类型的日志听上去应该不是可以轻易篡改的吧？你想的没错，一般情况下，这种日志即便查看都需要专属权限，更不能随便篡改。但我主持了上一次官网系统的检查，检查过程中顺便给自己留下了后门。于我而言，清除一条数据没有难度，完成了，不会再有其他人能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纳迦先生，谢谢你。可我想要知道，如果你只是想帮我，为什么要询问我的意见呢？如果帮助并不要求回报，直接做就好了吧？你看上去并不是那种会多此一举贪图我这生蟹的人，还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不一样的想法？大概是因为我不认为自作主张的善意有益于受助人。我没懂。你有听故事的耐心吗？这个理论的诞生和我的过去有关。抱歉，我不是故意让你想起过去的。如果讲述会伤害到你，我们可以停止这个话题。我只着眼当下和未来，并不在意过去。不过故事不那么有趣，你确定要听吗？我想听。你应该知道，我是成长在贫民区的孤儿。是的，但目前能想起来的就只有这个。贫民区收纳孤儿的育幼院，偶尔会出现一些好心人，
带着食物或廉价玩具，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孩子，一边说他们可怜可爱，一边掉眼泪。然后好心人会在孩子如沐期盼的目光里带着满足感离开，留下本该习惯黑暗的孩子，捧着希冀，认为下次或许能被收养，进行长久无望的等待，直到明白那点善意不过是一时兴起。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被点燃希望又眼睁睁看着希望破灭的孩子，往往比从未得到过希望的孩子更容易崩溃。他们甚至不再承认曾经的善意是帮助，而是认为自己遭到了欺骗。因此，我认为注定熄灭的烛火，除了灼伤渴望温暖的手之外，别无他用。所以，你是不想我养成遇到问题，就期待你再次伸出援手的习惯。换一种说法，那家，你是在担心我会像那些可怜的孩子一样，下一次没能得到你的帮助，因希望落空而失望吗？原来是这样啊！你语气那么冷淡，我差点没发现你是在担心我。别担心，我出去都没谁敢惹我，没那么容易遇到问题。真有，我也会努力自己想办法解决。说不定我只是不想被你怨恨，说是欺骗你。那也得是你在意我吧，不然你会管别人对你是什么想法吗？而且我都被你评价成无价之宝了，你甚至为我偷偷违法删除数据。我要是真向你求助的话，你肯定不忍心拒绝我，还是得帮忙。检查结束了，小姐，你很健康，可以离开了。奥米克小姐，埃德温管家，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确认您的体检是否顺利结束，是否需要为您准备点心或饮品。另外，薇洛小姐，您看起来心情似乎不错，那家先生他还好吗？他没事，那家他很专业，说我的体检结果很健康，真的。我们还沟通了后续治疗安排，他说会搬回来住，方便观察我的情况。明白了，既然是要常住，那家先生之前的房间，您觉得是否需要重新布置，还是维持原样？另外，安排一个舒适点的房间给他吧。现在的房间不太适合休息，而且他好歹是我的未婚夫，新房间的规格不能太差。那您应该不介意，我现在向那家先生问问他的喜好吧？那家先生，我是管家埃德温。小姐说您准备搬回来居住，需要确认一下您对新房间的要求。请进。我对房间的布置没有特殊要求，如果可以的话，位置尽量安排在奥米克小姐的卧室附近吧。明白了，那家先生，我会尽快安排妥当。小姐，您卧室附近倒是还有空房间，可我大概需要提醒您一件事。什么？您带回来的蓝先生虽是未分化的海族，但他第一晚就想进您房间同住，看得出来对您有占有欲。附近入住一位会和他争夺雌性关注的雄性生物，有可能发生争端。他们发生争端，请问您的态度是什么？这决定了之后，仆人解决冲突时偏帮哪一方？当然是不偏帮，吵架就打断，打架就拉开，避免事态恶化。蓝，睡地毯真的不行，又硬又凉，对身体不好。你还是回安排给你的房间睡吧。而且我习惯了晚上一个人睡，有人在旁边，我会睡不踏实。主人喜欢安静，蓝知道了。
是兰考虑不周，以后我都会乖乖在自己房间睡，不会打扰主人休息。都快点，把那家先生的东西收拾好。主人，原来您让兰回去是为了给那家先生腾地方吗？不，兰，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家他搬回来住是方便给我做检查，没有其他意思。兰知道的，兰只是被你买来的奴隶，什么都没有，哪里比得上您的未婚夫？他是研究院的首席，是公爵大人认可的人。您会想疏远我，也是理所当然。何必说这么多？他的核心诉求就是想跟你讨个名分。小姐，你难道准备因为他这番哭诉给他一个名分吗？看热闹就算了，还来拱火，肯定是报复我昨天堵得他说不出话，报复心太强了。主人，你看看他，太过分了，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和你说话？你快骂他。小姐，留这么一个敢肆意指使你做事的奴隶在身边，可不是一个好主意。你们怎么都要逼我？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互相看不顺眼，就不能好好相处吗？兰错了，兰不该惹主人烦心。是我多嘴了，小姐。区区争端，轻松拿捏。你们继续聊吧，小姐。后续如果有检查的安排，我会在光脑上通知你。那家已经走了，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就我们2个人在。我只是在想，幸好您没有真的哭出来啊？为什么？怕我把脸上的妆哭花了，会不好看吗？不是，主人什么样子我都会觉得好看。我可能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看到您刚才捂着脸呜咽说我们逼您的时候，心里突然很慌。我不想看到您掉眼泪。如果您真的哭了，我或许需要把您的泪水收集起来。收集我的眼泪？我的眼泪又不像你们海族那样会变成漂亮的小珍珠，有什么好收集的？倒是你总喜欢哭，大大小小的珍珠掉了一地都不见你去捡，倒叫家里负责打扫的仆人收集一罐子。怎么，你们海族属于那种看不上自己产出的珍珠，只收集其他人的？奥米克家族不允许仆人们私自昧下财物。管家把装满眼泪的透明罐子放在了我的衣帽间，挑裙子的时候看到，都快装满了。没有这种说法，只是我没有养成收集自己眼泪的习惯。我的其他族人偶尔会出售他们收集的珍珠。海族和兽人帝国有正常贸易鲛人珠，常被用来打造贵族首饰。成年雄性海族会出售珍珠，未分化的海族不会耗费能量流泪，我是例外。成年雌性海族似乎从不出售珍珠。曾听禁卫说，有人用伴侣的眼泪串手链，还被提醒要记教训。难道雌性的眼泪对雄性是教训？我想收集您的眼泪，应该和我们海族某种特殊的习性有关。没关系，你毕竟是未成年嘛，有不知道的事也正常。明天就是金瑶和我们约定的时间，等见到你的族人卡索，我帮你问问。你为什么？王族传承中只剩伴侣相关，是知识盲区，怎么能让洛威问卡索这个问题？会被误会我对他有结伴侣的心思。还是我自己找机会私下问他比较好吧。要是有趣，我再来亲自讲给主人听。早安，奥米克小姐。看来我时间掐得刚好，您的小宠物看起来精神也不错。那么我就出发了。奥米克小姐，保镖不会妨碍你做事。
我想金瑶先生掌管的赤狐财团声名远扬，应当不至于让我在你的地盘遇到危险吧？当然，总不能白受奥米克小姐的赞誉。我怎样好好将你接走的，就会怎样好好将你送回来。金瑶的车子和他的人一样华而不实，这里远不如主人家的悬浮车。那是因为我的车本来不搭载客人，只服我一个，后座都是为了接奥米克小姐女性家庭。如果还有其他招待不周的地方，烦请一起谅解。看出来奥米克小姐对待宠物是真好了，让她说话做事都很自由。主人，他对你不够尽心。金瑶先生，兰对你的态度不好，或许是因为他经历过被奴隶贩子宇宙贩卖的事，而你是买下他同族的买家。可是奥米克小姐，您应当也是以买家身份把他买回去的，而不是当英雄救回去的吧？我看他倒是很乐意当您的宠物，您与我有什么不同吗？该死，被他说中了。主人和你可不一样，是我好运发现了主人，向他求助，请求他买下了我。他就是救我的英雄。你呢？你敢说你买下海族纯是一片好心吗？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当时买下你，可能也是对你见色起意了。原来你是对我一见钟情啊，主人，这个我们可以回去再说。不对吧？见色起意怎么就变成一见钟情了？主人，我一点也不喜欢金瑶。洛薇目前的表现，怎么与传闻不同？你能不能不要和他走那么近？奥米克小姐，欢迎来到我们赤狐财团参观。现在我将带你们去见你们想见的人。卡索，有客人想见你。兰，真是意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金瑶先生，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重逢叙旧了吧？难得来一趟，不知我是否有幸请你带我参观展示厅？当然可以。奥米克家族收藏无数，我相信你有非凡鉴赏力。这边请，我亲自带您参观珍品陈列室。卡索，你好好招待兰先生，今日工作到此为止。陛下，您怎么会亲自来兽人帝国？你们想要寻回失踪的亲人，我同样想要寻回我的子民们。我想，你们这些已分化的成年海族战士，不可能因战力受困，只能是调查无法推进。所幸我还未分化，以猎物的身份入局，比你们应当简单得多。您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是有一点冒险，可我很幸运，成功找到了会帮我。奥米克小姐，我将带你去看本季最新的星辰系列首饰。设计师以星云坍缩刹那的光影为灵感设计样式，交由工坊内手艺娴熟的匠人细致打磨。原石不够剔透，细节处理一般。金瑶先生，他们符合大众对赤狐财团精品的期待，可你亲自作陪。如果只向我介绍这些首饰，我该认为你在敷衍我了。那您可就冤枉我了。这一套在展示厅中的确是排名前列的珍品，介绍其他的给您，可能就要换来您不堪入眼的评价了。您看不上，主要是因为您不是他的受众。说白了，奥米克小姐，您今天愿意应邀来珠宝工坊，本来就是为了我雇佣的那位海族工匠。可是奇怪的是，您见到他之后，一句话都没有和他说，就要求和我一起离开。您能为我解答一下原因吗？
因为我认为区区一名海族工匠还不配成为和我沟通的对象。我想要购入第2只海族宠物，可不是因为我对蓝不满意，只是想让蓝有个同族的同伴。所以我看他一眼确认健康就够了，剩下就看蓝能不能和他相处得好，以及金瑶先生，你愿不愿意把他转让给我了？不看您自己的喜好，只看您的第1只宠物能不能和他相处得好啊。奥米克小姐，您对待那个叫蓝的海族，似乎好的已经超过宠物的范畴了。说它是宠物，只是因为它是我买回来的，我现在喜欢它，愿意把它当做家人一样采纳它的意见，也并不奇怪吧。金瑶先生，你的珠宝工坊展出这么多昂贵的首饰，还允许客人参观，怎么可以不重视安全，出这么大岔子呢？展示厅的灯光和门窗都是怎么回事啊？大老板，您人还在展示厅里面啊？灯光和门窗都不是我们操作的，总控室现在不是我们的人。先前军部下辖的治安署来了一批治安官，拿出协查令，要求我们配合，直接把总控室接管了。现在还占着地方呢。他们不听我的，您不是和治安署的高层有交情吗？您能不能亲自过来一趟总控室说服他们？奥米克小姐，你在这儿稍等我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好了，他们分开了，现在该由我去帮姐姐了。你们也可以开始行动了，记得把动静闹大点，干脆动枪示警吧，闹得越混乱越好。队长行为怎么这么反常？长官，我们的目的是抓捕诱拐雌性的骗子，他随身没有携带武器，危险评估未到动枪程度，按你说的做，无故鸣枪是违规。我知道啊，上次考察你们规章背诵的考官就是我当然知道无故鸣枪是违规。没关系，你们听我的命令行事，不用被处分，只有我一个人会被处分。可是，拜托，别破坏我的心情好吗？我不听，可是我现在正高兴呢。好的，长官。对嘛，别耽误时间了，这就开始行动。你们总不会要摸黑抓人吧？快恢复灯光啊！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金先生，这些人油盐不进，不听我的。把光脑给我。治安官署长，怎么回事？你手下的治安官怎么会在有很多人的室内开枪？你问我也没什么用，这小子是雷恩元帅安插来我手下的，身手审问能力都是一流，就是性格难琢磨，我拿他没办法。你想往雷恩元帅身上推？好啊，奥米克公爵的宝贝女儿可正在他们开枪的展示厅里呢，他要是出了事，雷恩元帅可得背起追责。奥米克大小姐在啊，那我大概知道诺亚为什么发疯了。他小时候可是差点被奥米克公爵收养，叫了大小姐半年姐姐呢。什么声音？小心，别动，姐姐，这附近很危险，请保持镇定，配合我的行动。谢谢你。那是 NPC 的图案。你是 NPC 的治安官吗？附近有什么危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正在执行一项抓捕任务，目标人物持有武器，我们需要以雌性的安全为先。我负责保护你，请你跟随我从这儿离开。走到这里，应该就不太会受你们抓捕犯人的影响了吧？抱歉，我就这么走了会让人担心的，所以现在不能和你从珠宝工坊离开。姐姐，你怎么会有为别人着想的心思呢？你以前明明从来没有同情过我。小治安官，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辛苦你把我送过来。等你们任务结束后，我给你送一面锦旗吧。你叫什么名字？按计划行事。收到。小心！血腥味。没有把姐姐吓坏吧？你怎么样了？没事吧？我没事，姐姐。这里不够安全，我们还是快离开吧。你别太逞强，我知道你受伤了，你可以撑着我一点，我扶着你出去。那要辛苦姐姐帮我了。说的什么话？你可是为了保护我才被砸的，我给你当小拐杖理所应当。你们执行危险抓捕行动都没有安排治安官在外面接应等待吗？犯人若突围，岂不是能直接逃走？受伤的治安官也得不到及时救治，太不合理了。我不知道，我只负责保护你。糟了，光脑坏了。还好，还可以拨号。我在珠宝工坊碰到麻烦了，保护我的治安官受了伤，我得送他去医院。光脑也出了点问题，不知道你是谁，也听不到你说话。你帮我联系下奥米克庄园的管家，让他通知下我认识的人。一定要传达出去。我们得赶紧去医院。你流了好多血，如果不是我拒绝从安全通道离开，他或许就不会白受这一下重罚。他是真心关心我的伤势，还是想麻痹我，甚至嘲笑我？诺亚，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啦。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哦。啊，我的项链，那是妈妈的唯一遗物。不准上来！你这个肮脏的野种，真以为能当我弟弟？爸爸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要一个玩具。奥米克家族可不需要第二个孩子。你真不知趣，我已经受够你了。我不会再被骗了，姐姐，我真的没事，不用麻烦你。少说这种客套的话，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受的伤，我必须对你负责。我们这就去医院。那好吧，需要劳累姐姐了。好了，我们上车吧。不介意的话，能不能把衣服脱了，让我看看你的伤口？不用了，姐姐，伤口不好看，别脏了姐姐的眼。就让我看一眼好不好？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会一直担心你。那好吧。天哪，怎么会伤得这么重？都怪我没听你的话，早点走。一点都不疼，这可是治安官成功保护雌性的证明。别逞强了，我可不觉得你理所当然该替我受伤。这次多亏了你，我想要回报你。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向我提。好，既然姐姐这么说了，我会记下的。他受伤了，伤得很严重，请立刻安排检查和治疗。
幸好只是皮肉伤，没伤到骨头和内脏，只有那道伤口需要缝合。那就好，医生，请尽快帮他缝合伤口吧。问题就在这里，奥米克小姐，我们调取了诺亚先生的医疗档案，他体质特殊，对所有麻醉剂都无效。什么意思啊？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缝合，诺亚先生无法使用任何麻醉剂，必须全程保持清醒，完全承受伤口缝合的疼痛。难道减轻疼痛的手段只有麻醉剂吗？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当然有别的方法。实际上有你在场，我也正准备推荐雌性的抚慰，对于雄性来说能极大缓解痛苦，稳定情绪。他对抚慰雄性兽人毫无概念，威洛的记忆里没有相关理论，更无实际经验。奥米克小姐没有经过抚慰师的专业训练，不懂安慰话术。她和我也只是刚刚相识，做不到心意相通，怕是不能抚慰。不必考虑阵亡，这种小伤直接缝合就好。哎，好吧。我想到皮肉缝合的画面就很难受，一定很痛吧？那我现在帮你清洗缝合伤口。等等，让我试试吧。我不想看你疼。就算不能成功抚慰，结果也不会更坏了吧？我都帮他圆过去了，他为什么还要做注定失败的尝试？很好，奥米克小姐，愿意尝试就是成功的第一步。抚慰的核心在于建立精神链接，双方契合度越高，效果越好。简单镇痛，不需要复杂技巧，只要你足够专注，真心希望减轻诺亚先生的疼痛。你能告诉我具体该做些什么吗？我现在很专注，不想他疼的心也很真。当然，我需要缝合他背部的伤口。拥抱不合适，你可以握住他的手，或者把手放在他的额头，摒弃杂念，将精神集中到他身上。想象意识化作温和暖流传递给他，帮助他转移注意力。别看着我了，要建立精神链接呢，你也专注一点。别那么疼，别那么疼。抚慰效果很好，快缝好了。缝合完毕，非常顺利，后续注意护理就不会有问题。怎么样？你刚刚缝合的疼痛有减少一些吗？缝合结束了，他居然成功抚慰了我，一点都不疼。姐姐，谢谢你。奥米克小姐，你没有感觉到和雄性兽人建立精神链接，继而抚慰的疲惫吗？没有啊，我觉得挺轻松的。如果你们只是相识不久，以你抚慰效果上佳又无疲惫后遗症来看，你们的契合度应该很高。契合度高？难道虚空撸的猫是诺亚的兽血？他不会记得我指挥他后空翻吧？奥米克小姐，也许你需要立刻联系你的父亲，报一声平安。诺亚，你得书写一份检讨和事件报告，交给治安署署长。这次我会过目。本集已由剧组征收，雷恩元帅向您致敬。辛苦你看诊了，我们有话详谈，能否暂时让出诊疗室？
奥米克小姐，快和你父亲通话吧。我的光脑碰坏了，没法好好通话。用我的吧，你父亲已经急得要开星舰，连续跃迁回地星了。我之前的通讯打给了父亲，我说的话不至于让他这么着急吧？雷恩，少浪费时间，废话阻止我回去。我已经登上星舰，准备出发了。你如果有闲空，就快去找我家宝贝，确认他的情况。爸爸，是我。哦，宝宝，是你。你的麻烦解决了吗？身上哪里受了伤？爸爸，你在说什么？我没有受伤啊，是保护我的治安官送我离开混乱现场时受了伤，我陪他到医院来看诊。爸爸，你没有听全我先前致电的内容吗？宝宝，你的光脑通讯断断续续的，爸爸只听到了你说的一部分话。我接到治安署署长的通话，知道是诺亚把人带走，强行定位后赶来，却没法劝住奥米克公爵。都怪爸爸不在地星，不然宝宝怎么会碰到麻烦？别怕，爸爸很快就会回到你身边。艾丽芬，我必须再次提醒你，你身负重要军事任务，贸然离开前线会给第一军团和帝国带来麻烦。雷恩，你少危言耸听，防线不至于我一走就破。如果我的女儿受了委屈伤害，只有我会替她分担。以奥米克大小姐的身份，哪里轮得到她受委屈？艾丽芬，你是军团长，决策牵系无数士兵生命和帝国安危，请你承担起责任。雷恩叔叔，你劝不动，不如把光脑给我，让我和爸爸说吧。雷恩叔叔，我比较赞同你的想法，爸爸。我在，宝宝。你安心留在前线指挥吧，不必着急赶回来，我会照顾好自己。这次是我没听埃德温管家的劝说，以后出门我都会带上保镖。我不在，只凭保镖不一定能护你周全呢。雷恩叔叔就在我身边呢，他可以保护我，对不对？雷恩叔叔。艾丽芬，你听到他说的话了，你女儿都明事理，你更不能感情用事。你放心，在你按原日程回到地星前，我会亲自看顾她的安全。我每晚都会和您报平安的。好，好，好。你接下来想去哪儿？我送你。没事，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已经把紧急工作分给副官，有充足时间。我有话要和诺亚谈谈。诺亚宁可自己受伤都要保护我，不表彰就算了，怎么还要写检讨？不能揭穿诺亚的苦肉计，否则洛威可能反悔叫回奥米克公爵。姐姐，别担心，元帅和我谈话是赏识我，写检讨是觉得我能做得更好。我想听元帅建议进步。麻烦雷恩叔叔送我去金瑶名下的珠宝工坊。我没给车载 AI 开放武器取用权限。你若无聊，可让 AI 联网播放电影。雷恩平时搭乘时会看什么？他常反复观看军部与虫族交战的视频，复盘决策。没兴趣，搜罗些热门影片。那有意来参演的如何？ Oh, can't stop this feeling. 大笑，你对奥米克小姐的想法。我才知道呢，雷恩元帅，你下达的军令，原来是连思想都要管的。
管得太宽会惹人厌恶。元帅有没有想过，你到了顶点，却一直没遇到合适的雌性节气，就是因为你不讨喜的刻板性格。诺亚，收敛你的放肆！你这次违规制造混乱，刻意把雌性困进危险里，你到底是治安官还是犯罪分子？有什么关系呢？姐姐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救了她，带她脱离混乱，替她受了伤，她就愿意送我去医院，愿意为我抚慰、减轻缝合疼痛。雷恩元帅，你瞧，我们以拯救相识的开端多么美好！姐姐不会再误以为我是来争夺家族资源的。以你的能力，日后在军部成为高层，甚至元帅，都并非痴人说梦。放下对洛威的执念，将偏执用在正途上，未来不可限量。你以为每个人都想成为你这样的元帅吗？别随便把你的理想套给我。与虫族厮杀，只是为了宣泄杀戮本能，军功不过是附加品，权力地位对我毫无意义。我不愿割舍的，一直只有我亲爱的姐姐。你不必将自己困在过去的仇怨里。你弄错了，我的确恨她曾经的冷酷，可现在的她对我好。恨可以被爱复写，我太喜欢现在的姐姐了。只要能好好相处，我可以不在意过去。我现在很高兴，你少用说教坏我的心情。该怎么处分，直接处分就行，关禁闭、降职我都无所谓。我向奥米克公爵承诺了，在他回来前，会顾好他女儿的安全。我不会对外公布你的行为，但处分不会减轻。同时，我会密切关注你，在对奥米克小姐有越轨之举，我会直接对你动手。谁能想到他原型是自恋鹅啊，还很好摸。可惜答应了金瑶要保持距离，没想到。被选为抓捕地点的地产主人也太倒霉了。你们军部下属的部门抓人，经常搞出这么大阵仗吗？会有人承担责任，赔偿工坊的损失。姐姐，我是第一次接受雌性的抚慰呢，好舍不得你。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吗？我承诺过会回报你，你想来找我当然可以。庄园里客房多，我会让埃德温管家给你安排一间专属房间，你随时可以来见我，留宿也没关系。有其他想要的也能提。你对我真好。这小疯子加上奥米克小姐的变数，比战场决策还麻烦。主人，你刚刚去了哪里？主人，你不见了，我好担心。你是又看到了喜欢的宠物，想要带回家吗？不是，你别哭，你误会了。我先前在展示厅碰到意外，诺亚是治安官，把我从危险中救来，他为了保护我受了伤，他可不是宠物。姐姐，我其实愿意当你的宠物，能被你宠着，听起来就很好。他的观念不对劲吧？兽人怎么能当宠物？这家伙怎么敢说这种争宠的话？怎么回事？你刚刚被谁伤到了？奥米克小姐，蓝先生是被强伤到的。被强伤到的？害工坊变成废墟的，竟然是我的柔弱人鱼。赔偿损失的人难道是我？这次给你添麻烦了，你算一算，蓝害你亏损了多少，都从我账上出。奥米克小姐，您太客气了。蓝先生因您的失踪而暴走，情有可原。他把怒火发泄给强体，对我反而是好事。什么好事？他拆墙就没法分身对我动手了。他对我的态度一直不太友善。你在我地盘失踪，他没第一时间迁怒我，就足够令我欣慰。真危及生命，光脑会启动音爆弹，届时我和他只会两败俱伤。小笨鱼，想找我可以从门出来啊！还好知道生气，也不能随便对人动手。不打他是因为卡索说他算是好人，又着急找你，不然他带你出去却把你弄丢，也该打。我以为金瑶会恢复灯光，打开门窗，没想到他直奔展示厅，没顾上总控室。我承诺过保证他安全，却在自己地盘被算计，简直是丢尽尊严。元帅知晓全部前因后果，却没告知洛威真相，为什么？放心好了，奥米克小姐，这笔账应该算在谁头上？
我心里有数。优剧还能把墙干碎，分明是装的。占着宠物身份，花姐姐的钱还争关注，真该死！不知哪来的坏野猫，趁乱拐走姐姐，真坏！我是第一个接受他抚慰的兽人，暂时隐忍，日后尚未有的是理由告状。对付不循规蹈矩的诺亚，肉体伤害或金钱损失没用，得从心理层面切入。而他最在意的，显然是洛薇。金瑶先生，你现在做的新项目有充足的资金了吗？或许我能成为你的投资人。传闻中他脾气恶劣，竟会主动补偿，难道他是想换种方式弥补？奥米克小姐，我的新项目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关系渠道。我欢迎你成为合伙人，但在此之前，你或许需要了解项目内容。这方面你可以问埃德温管家，之前我就是折戟在他那里。被管家拒绝就推进不了，难道是要翻修我家？奥米克小姐，你可能对你家的管家存在一些误解。埃德温先生的职权可不简单，局限在奥米克庄园的日常琐事。金瑶先生太高看我了，只是公爵不在地星时，由我负责打理家族产业而已。奥米克小姐，他的新项目需公爵首肯才能推进，困难不少，前景不确定，所以我搁置了。如果您感兴趣，我可以整理详细说明文件。您还有其他需要安排的吗？悬浮车停得不远，可载您回去休息。您今天受惊了。对了，还有一件事，今天多亏诺亚帮我，还为我受了伤，我把他当成朋友。以后他来庄园找我，或许会过夜。我想为他安排一间房间，可以吗？什么？主人，你又要让人搬进家里一起住吗？没有用，也没有一起住，只有你偷偷进我房间，差点爬床。别激动，我上次就解释过，让娜家搬进是为了方便检查身体，给诺亚安排房间也是主人招待客人该做的。叽里呱啦听不懂，就当你同意了，可以吗？当然可以。接到公爵通讯赶来时，抓捕已结束。行动编队的队长不见踪影，大概率就是诺亚。他不该亲自转移雌性，定有别有用心。埃德温是在威洛差点害死诺亚后，才被安排到庄园。只推断诺亚是图奥米克家族的权势。暗自决定，若诺亚过夜，便找机会买断他的心思。埃德温，我近段时间会去你们庄园旁边的那套房产住。元帅，您要搬回来住吗？今天的事让埃里芬放心不下女儿的安危，我向她保证了，会亲自看顾奥米克小姐的安全。这段时间她如果再要出去，或是有其他人登门，你都通知我过来。不是吧？你来真的？雷恩叔叔，你这样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地星的安全等级本来就很高，我都和爸爸说了，以后出行会带保镖，也不会再往贫民区、黑市那种地方跑。你跟在我身边根本不必要。你竟然还去过贫民区，去过黑市，混乱街区里，奥米克公爵的权势毫无意义。他落入失控雄性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元帅，我会安排您入住到您的庄园，奥米克庄园无论何时都欢迎您来访。想来奥米克小姐之后想去的地方也不会拒绝您到场，可您不能作为奥米克小姐的枷锁去。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保护与监控虚化，清界限，避免激起洛威的逆反心。相应的，奥米克小姐，您之后的行程需要经过我更仔细的排查，可以吗？就是。我刚刚没有把握好分寸。
不该对你用训斥的语气，不是真的想凶你。雷恩叔叔，我也没真的怪你。可是你光知道不对不行，得改改。我带保镖，管家也会排查行程，你别太担心了，好不好？爸爸那边我会给他交代的。不好，我得遵守对友人的承诺。冥顽不灵，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你家有客人拜访时我会来，但不用你见我，没意外也不会靠近你。你完全可以当我不在，不妨害你的自由。你外出时，我会在能随时支援的地方处理事务。你把紧急联系人从奥米克公爵改成我，与世一键联系，我立刻赶到。好的，就这么做，我们握手成交。这奥米克小姐不会讨价还价，明明有交涉空间，却轻易答应。也许下次能够和她轻易的打成一炮。我再去说几句话。谢谢你邀请我们来参观珠宝工坊。我研究完你的方案，会明确答复要不要投资。我会等你到庄园玩，也会弄面锦旗送到治安署，算是感谢你这次的保护。奥米克小姐，我准备通知那家先生回来，为您做一个完整的检查。不用了吧，我没受伤，诺亚把我保护得很好，连磕碰都没有。奥米克公爵得知您遇到意外，当场惊得险些维系不住人形。如果不能看到证明您健康的检查报告，今晚怕是得睁着眼睛一整夜睡不着觉。好吧，他在前线够忙的了，的确不该让他为我担心。不用你通知了，他在研究院应该也有要忙的事。我来问问他可以什么时候回来，反正肯定让爸爸在今晚睡觉之前看到检查报告。小姐，你有事找我？你能稍微提前点回来吗？我想做个健康检查，把报告发给爸爸。倒也不用这么着急，你先把研究院里重要的事情忙完。我还在归家的悬浮车上。研究院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的工作都做完了，你这通通讯刚好让我有理由不给其他人做多余的工作。我现在就回去。啊，你还要干别人的活啊？那你就说我有事要你立刻回来，赶紧逃掉吧。可不兴能者多劳，累坏了怎么办？路上小心不着急。好。那家首席，关于 K 服器样本的异构化抑制路径，您刚才还没说完。方案思路我已经写在共享文档的批注里了，具体参数调整和实验验证是你们项目组的职责范围。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这么急，首席平时就算提前离开，也会把手头关键节点处理完啊。你不知道吧？奥米克家族资助他学业，还订了婚约，肯定是那位大小姐叫他回去做事了。又是他啊！首席刚帮我们理清思路。嘘，小声点，被奥米克小姐知道，你会被赶出研究院的。那家，等等，还有事？你想要解除和奥米克小姐的婚约吗？或许我可以帮帮你。那家，我问你这话之前已经经过长时间思考了，你真的甘心吗？奥米克小姐和你的婚约根本就是一份让你卖身奥米克家族的奴隶契约。我们都知道奥米克家是怎么对你的，就是把你当个工具摆弄。我看过好几次那个厄斯对你肆意打骂，今天也是一个通讯就要求你立刻放下所有工作赶回去。那家，你的价值应该在研究院，在推动帝国科技进步的前沿，而不是被束缚在骄纵雌性的裙摆边，当他的私人医师和应声虫。如果你愿意解除这份婚约，我可以帮你。我背靠的家族在地星有些影响力，以尊重科研人才自由或解除不匹配婚约的理由，
帮你解除婚约。霍克研究员，我必须明确一点，我和我未婚妻之间的事不需要外人评价。能成为奥米克小姐的未婚夫，是我从未有过的幸运。你只是和我共事过一次，还拖累项目进度的同事，不要太自作多情、自作主张。以后称呼我，请代称之上。你已经用废话耽误我够久了。对不起，那家首席，是我多管闲事，非常抱歉。霍克的话毫无意义。如今的奥米克小姐早已不同，这是独属于我的命运。若同事都如此烦人，辞职也无妨。天才可以复制迭代，世上大多事物庸常，唯独洛威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能成为他的未婚夫，就近照看他，是自己的幸运。娜迦，你竟然比我还快回家，肯定没听我让你不要着急赶路的话，是不是？你险些失踪，我想早点见到你，打消不安。有什么可不安的？和你通讯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我只是和你说说，你就当故事听嘛。它不是遥不可及的流星，而是近在咫尺的鲜火。我希望它长长久久的明亮。我一会儿就回来。好，不用等着了。先前洛威短暂分离就失踪，我就在门外，等他检查完，能立刻见到。娜迦，你负责治微洛情巢迟缓的先天疾病，一直治不好，是因为他有特殊体质问题吗？上次提过，他的病单纯是性格，理论上以你的性格症状应当不治而愈，现在仍有感觉，是没碰到。这样啊，情巢是心理性的，还得等时机，听起来和抚慰雄性一样玄学。你抚慰了谁？结果成功还是失败？现在感觉怎么样？娜迦医生，你不是有仪器看数据吗？怎么跑来亲自问诊了？雌性抚慰雄性的感受无法具象化成数据，你没有专业训练，错误建立精神链接，可能留下精神暗伤。有不适感，必须立刻告诉我。会这么严重吗？我现在感觉很好，过程中也不累。能详细说说过程中的感觉吗？过程挺快的，我想为诺亚镇痛，把手放他额头，专注，想着希望他不疼。意识就好像飘过去了。在精神世界里，我没有具体形体，更像一朵云。你在精神世界看到了什么？诺亚的情状怎么样？不确定是不是诺亚。我看到一只灰扑扑、毛茸茸的漂亮猫猫，有点像小豹子，小小的，看起来凶巴巴，但摸起来挺乖的。你主动接触了它精神状态的兽性。对呀，撸猫还挺解压的。后来猜到猫猫可能是诺亚，有点不好面对它。撸猫解压？你确定没有任何不适，比如眩晕、恶心、精神恍惚？以后不要再随便尝试抚慰雄性。不过如果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深入研究一下你与众不同的。记得注意身体，离他远点。你也是。怎么一股火药味？一个两个，咋都想站我旁边？还是端水吧。金瑶这家伙人品倒是还行，主人要和他当合伙人做生意，能不能赚到不一定，至少不会被他坑。你竟然会认同金瑶，帮他说话？我记得你之前对他挺有敌意。明显的，他看到你打坏枪，都担心你打他。他在你身边没保护好你，就是该打。我不是帮他说话，只是一码归一码。从卡索的经历，能判断他勉强具备和主人合作的资格。卡索经历了什么？能和我说吗？卡索看起来体魄强悍，不像奴隶贩子要抓捕的未风化。奴隶贩子在他面前，怕是会被抡起来锤。卡索最小的孩子不见了，他从海里追寻气息上岸。现场只剩偷渡者信件停泊的痕迹，他联系上收购珍珠的商人，拜托对方把他送入匿名拍卖会。金瑶买下他后，要不要顺路送他回海族星球？只要他出赎申请被他拒绝后，得知他会雕琢珠宝，就把他带入了。海族没有更好的办法进入帝国吗？
兽人帝国和海族没有正式建交，帝国是海族唯一族主，正规途径入境需层层审批，耗时漫长到无法计量，倒不如卖身成奴快。帝国明面上禁止奴隶交易，却不禁贵族蓄奴，也不管海族以奴隶身份入境。卡索待在珠宝工坊，接触的贵族有限，消息不灵通。你放心，以后我参加宴会或活动都会带上你，但你得答应我，就算发现什么也不能冲动，你得对自己的定位有清晰认知。像卡索这样的海族才是营救族人的主要战力，你还是海族的未成年，当好能打听消息的饵就行了，少打爬床之类的歪主意，也别动不动就想动手。好的，主人。管家，最近有没有贵族之间的聚会活动？我想带着兰一起去。3天后会举办一场晚宴，仅限地星强势家族的贵族参加。奥米克家族在受邀之列，邀请函早已送到庄园，公爵不在，应由小姐代表家族露面。只是从前您向来嫌烦，不愿出席，没想到您会主动提出，我这就为您和兰准备。是我。3天后的晚宴，你会参加吗？会的，只有我适合代表家族参加，能帮家族扩大声望。你小叔这次可能不会缺席。你们要是有话聊，就让他进宴会厅和你说话吧。好，我到时候联络他，的确有些话想跟他说。贵族宴会允许携带奴隶同往，但为了判别身份，避免冲突，规定奴隶必须佩戴限制项环。不带不行吗？兰答应过我，不会随便与人起冲突。他曾被奴隶贩子戴项环囚禁，这会让他回忆起创伤。主人，我不介意戴上项环，被奴隶贩子戴项环是屈辱，但你不一样，你为我戴上的感触会覆盖那段肮脏记忆，我只会记得来自你的给予。我想要你亲手为我戴上。好吧，既然是你的请求，好了，现在我们都有属于彼此的印记了。雷恩叔叔，我之前和雷娜说了你今天会去，她有话想和你聊聊。你穿这一身入场，感觉不那么合适。他有话想和我在晚宴上聊吗？有话题大可通过光脑留言，何必在晚宴上被人注视着聊？我和他本就不熟，也没什么共同话题。这小风筝还会隐晦关怀他人，或许是成长懂事了。没关系，我悬浮车里留了件军装外套，进晚宴厅的时候穿在外面。薇洛妹妹，天哪，真是稀客！今晚的星光都因你的到来而暗淡了。奥米克小姐，许久不见，您真是越发美丽动人了。是啊，是啊，帝国玫瑰的风采无人能及。薇洛小姐一来，真是要艳压群芳了。他也玩养成海族的游戏。这一族虽漂亮，却是怪模怪样，怕是有苦头吃了。兰，你去奴隶应该待的地方吧。接下来的对话不是你的身份适合听的了。
晚上好，诸位美丽的女士，尤其是您尊贵的奥米克小姐，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您的光辉实在令我倾心，不知我是否有幸能对您行吻手礼？哦，对了，我是西里尔·冯·艾斯纳子爵。吵死了，这地方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我要去安静的房间休息，立刻，马上。维洛这次竟只是摔杯就放过西里尔。咱们美丽的帝国玫瑰就是容易招惹狂风浪蝶。薇洛，你嫌这里吵，我陪你去休息室。薇洛，你不是说我小叔也要来吗？搞得太难看，他说不定会守着你，不许你随便出门。还是放这个不知所谓的子爵一把吧。行，那走吧。薇洛，那我不打扰你休息了，一会儿我去和我小叔聊聊，你有事直接用光脑叫我。累死了。大小姐，你有时间吗？我发现点线索，咱们可以去瞧瞧和老瘸鼠对接的人是谁。终于有线索了。我想去，可是有点麻烦。我正在贵族区的悬浮花园参加一场无聊的晚宴。你偷窃过吗？大小姐，能打通讯说吗？大小姐是想要我去偷窃什么？地星上难道还能有你花钱也买不到的好东西？你来偷我吧。你说什么？我让你来偷我。大小姐，你缩句缩得很好，以后别缩了。瞎猜谜语很容易猜歪，是你没法私自离开晚宴，想要我不惊动其他人把你带出来，对吗？对，就是这样。我现在在晚宴厅2楼的休息室里，另外还得拜托你偷偷把我送回来，我可以给你支付一大笔佣金。我打听到老瘸鼠每隔3个月的9号晚上会来码头给老板派来的人交账本，但我只知道码头位置，没有准确时间。今晚不一定能遇上，你还要来吗？去试试看蹲人。大小姐等着，我现在出发去偷你。我要和你介绍的雇佣兵出去一趟，不想被雷恩叔叔和我家保镖发现。你把你小叔拖住，别让他来我的休息室找我。沃尔夫吗？好的，你放心，注意安全。我和你见过的沃尔夫出去一趟，会尽快回来，别担心。大小姐，我已经进到悬浮花园了，你在晚宴厅哪一间休息室？推开窗户，我看着过去。是我。不好，这里怎么有人？大小姐，您这是要去哪儿？不去哪，就坐久了，出来活动活动。对了，我刚看你要出去，你还不快走？是，那就不打扰大小姐了。等一下，大小姐，还有什么事吗？不许跟别人说。你见过我？是。好险，差点被发现了。你看什么呢？我今天的打扮很奇怪吗？大小姐，你这次的出场方式真是够招摇。不是说时间赶吗？快放我下来，你手勒疼我的腰了。
抱歉，大小姐，你觉得你这身行头适合跟着我在花园里奔逃吗？那怎么办？大小姐都在我怀里了，当然是由我抱着你走。抱吻。大小姐，再这么看，我可要不好意思了。谁看人了？自恋狂。好，没看，报警了。我们要过墙了，别怕，叫出声会引来人。沃尔夫，你干什么呀？别咬我好不好？大小姐，是我该问问你，你在捣什么乱呢？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尾巴，它缠住了我的脚踝。我可能还想摸一下。大小姐，是我没控制好尾巴。没关系，我知道狗和狗的尾巴是两个物种，狼应该也一样。和你这么说的，狗只是在推卸责任。你不要相信，成年犬系兽人能控制尾巴，不会让它乱来。可是我想看小莫哎，你能把它借给我一会儿吗？你现在肯定能控制住它了吧？沃尔夫也没那么能掌控尾巴嘛。先别玩了，抱紧我。这里就是平时老瘸鼠跟老板派来的人交账本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蹲到这个老瘸鼠。其实比起那个，我还是更好奇你的尾巴。都这时候了，还好奇这个？再给我看看嘛。好吧，看完了没？看完我们该去蹲人了。大小姐，这是你该看的吗？不行，就算你付钱，也不能让你研究。别这么小气嘛，你可以给我开个高价。你到底还要不要和我去蹲人？沃尔夫，你们当雇佣兵的，没接到任务还会自己创造机会啊？得看雇主，像你这样慷慨大方又好相处的，我愿意多合作。那你要是没查到线索，不就白费力气？我本来就会时不时去贫民区酒吧。你不是想知道老瘸鼠背后是谁吗？我从前没把握，可总不能是都不是。老瘸鼠交付账本，交接人定会在此检查。沃尔夫，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啊？你好，在吗？没听到我问什么吗？我可以再问一遍。大小姐，你非要在这个鬼地方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你想要什么答案？又为什么想要答案？我想确定没有自作多情。你对我这么好，我挺喜欢你的。我们之间可以不仅是亲情雇佣关系。你听得清他们在说什么吗？老瘸鼠抱怨老板行事没魄力，黑市摊子被新帮派占了一半不处理，交接人警告他少抱怨，说老板忙着和新弟弟争权，黑市失去的不值一提。幕后黑手出身贵族，家族掌权者是他亲弟弟。时间差不多了，得送你回悬浮花园。你若仍感兴趣，之后我会多留意老瘸鼠的动向，有线索就联系你。没有线索也可以联系我啊。
我说了，我们可以不仅是雇佣关系，起码从能光脑聊天的朋友做起。你觉得呢？那我就送大小姐到这里了。好，这次的佣金我一会儿转给你，辛苦你了。威洛奥米克，你偷偷离开晚宴，和叫沃尔夫的雄性去私会了。你怎么来找我了？还直接闯进我的休息室？赤狐财团收到请柬，金瑶分不开身，让我代表出席。实则是许久没等到洛维联系，熬得憔悴，特意要来请柬。应付完宾客后，从服务生处打听来休息室地址。我敲了很久，门没回应，以为你出事了才进来。结果只看到这张字条。你新看上的沃尔夫是谁？今晚出色的年轻贵族雄性我都知晓，根本没有这号人。其实你应该知道他。我不知道。他不是贵族。他总不会是谁带来的，专门勾引雌性的雄性奴隶吧？你还记得上次是谁帮我绑架的你吗？